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新年快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实用，叫做彩妆神救援。那为什么会想拍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发现就是在彩妆新手，甚至到化妆一段时间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失手的情况。所以今天呢，我就整理了5个就是比较实用的，就是如果你遇到这些情况要怎么解救的实用小技巧来跟大家分享。然后除了分享就是怎么解救之外呢，我也会加入一些我自己的化妆经验，就是让大家可以尽量避免遇到这些失手的情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今天算是一个实用的特辑。OK， 那我们不啰嗦，就直接开始吧。好，首先第一个彩妆困扰呢，就是我的底妆起屑了怎么办？相信这是还蛮多人会遇到的问题。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底妆会起屑，起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的底妆跟你的保养产品是互相打架的，然后第二个有可能是你的保湿力不足，所以你脸上的水分不够，它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干屑的情形。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可能太久没有去角质了，所以你脸上有一些老废角质，你在上妆就摩擦的过程中，它就比较容易产生碎屑。那这些过程中要怎么解救呢？首先呢，你可以先拿你的美妆蛋，然后稍微把它喷湿，然后拿着稍微湿润的美妆蛋呢，去轻轻把你的起屑的地方去推开，把那小屑屑推开之后呢，你可以再拿一个比较清爽的乳液乳霜，稍微沾了一点点的分量，去稍微涂抹在你本来起屑就是推掉的那个妆的那个区块。最后呢，你再拿美妆蛋去用轻压的方式把底妆补回去。那这个救援方法呢，有几个注意的小重点。第一个就是你不要使用卫生纸去把你的起屑擦掉，因为卫生纸上面有棉絮嘛，那加上你的起屑，你这样擦，你脸上就会有更多残杂的一些小屑屑，那你重复上妆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完整服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你重复上妆的时候，记得用美妆蛋。我觉得如果你本来是习惯使用刷具的人，这时候补妆还是用美妆蛋会比较好，因为刷具毕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摩擦嘛，所以摩擦的话，有可能让你本来就已经要产生碎屑的那个底妆，然后再变得更多碎屑出来，所以用轻弹轻拍上妆的方式会是比较好的。那预防底妆起屑最基本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在你的妆前保养，避免使用像凝冻啊、胶状类，或者是比较分子比较大的玻尿酸这些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呢比较容易会跟你的底妆互相打架，产生起屑的问题。所以我自己平常的日间就是妆前保养，我都是尽量使用渗透力比较好、分子比较小，或者是吸收力比较好的，这样就可以去避免我的底妆起屑的问题。好，再来第二个彩妆困扰呢，应该也是蛮多人遇过的，就是我的粉底买错色号怎么办呢？这个应该很多人就是可能去试色，然后在百货公司的光线不一样，然后回家发现太白或是太黑。那这个解决方法有3种。第一种呢，就是你可以拿，比如说假设你今天买了太白，那你就可以拿你手边稍微比较深一点的粉底去混合。但是这个要注意一个小点，就是它们的妆感尽量是要一样的，因为如果你拿一个光泽型粉底混一个偏雾感的粉底，它们就不一定可以那么完美的融合。那第二个急救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去买市面上这种粉底校色液，它就是专门拿来去调你的粉底液，就有点像是调色盘的感觉。像如果你今天买了太白的粉底，那你就可以买这种稍微就是深一点的颜色，然后根据你想要变黑程度，就是说我想要变黑一点点，我就滴一点点加在我本来太白的粉底上，稍微去调和它，让它的颜色再深一点点。那这个好处是它可以比较大幅度的去调整你的粉底色号，但是缺点就是它的颜色就是有时候会不小心加一点点，它就深太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像我手上的这个 Essence 的粉底调和液，它其实就是质地稍微比较带稠一点点，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不喜欢妆感太重的话，加了这个粉底调和液用量稍微不小心太多的话，就会比较容易有妆感，这是我遇到的一些小问题。那第3个解决方法呢，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简单然后可行的。譬如说我今天不小心买到一个稍微比我肤色再白一点的粉底，那我上全脸会很有面具感，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粉底怎么讲修容的原理。譬如说我今天买了一个稍微比较白，那我就把它局部的上在我脸上比较凸起的地方，就有点像是我用粉底来打亮的感觉，所以我就可以把它上在我的颧骨这个平常上打亮的地方，或者是额头啊、鼻子啊，或者是下巴这些地方，让粉底的亮暗去提升我脸的那个立体度，它会比打亮稍微更自然一点点，然后也可以正常的把太亮或者是太暗的粉底去用掉。那太暗的粉底就可以一样，像修容的道理，把它上在一些，比如说下巴的这个轮廓线啊之类的地方，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好，第3个彩妆困扰呢，我到现在偶尔也还是会遇到，就是眼线不小心画歪了怎么办？就是譬如说我已经上完了眼影，然后我要画了眼线，就哎呀不小心一个失手，那个眼线就歪掉了。那这时候我会怎么急救呢？我会拿一个棉花棒，然后记得是要细一点的棉花棒，去沾取遮瑕液，或者甚至是你想要更不要遮瑕感那么重的话，可以用眼影打底膏去沾取它，然后呢轻轻的去有点像是立可白的感觉，去修正你不小心画歪的眼线。然后呢，你可以再拿原本的眼影去这样子补上。那记得要少量的上，不要一次上一大坨盖上去，它就会有一块粉在那边的感觉。那我这边想要顺便推荐的是这个，我个人觉得在化妆上非常实用的小帮手，我都会固定买这个屈臣氏的2用化妆棉棒，因为它的这个化妆棉，这个棉花棒呢，它是做比较尖的，有点像纺锤尖尖的那种头。它可以去修正你很多彩妆不小心失手的问题，比如说你要去勾勒你眉毛的眉尾啊，或者是有时候睫毛膏不小心沾染到下眼皮呀，或者是有时候眼线，其实只要用这个角胶稍微的去把它这样画掉就好。它如果没有太严重的话，就是这个棉花棒，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推荐给大家。好，再来第4个彩妆困扰呢，就是腮红不小心画太浓了怎么办？相信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出现在我第一次用新的腮红就不小心下手太重的情况。那解救方法有2个，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拿你手边的这种蜜粉刷，比较松的刷子去沾取蜜粉或者是粉饼，然后呢，你这样子大弧度的去在你腮红太重的地方画圈，就有点像是让你本来的腮红颜色变比较柔焦，然后再稍微轻轻铺上一个肤色的蜜粉的感觉，它就可以立即的就是比较淡，然后比较不会一个色块在这边。那第2个修正方法呢，就是你可以使用光泽型的粉底，轻轻的叠在你本来不小心下太重的腮红地方，然后再用美妆蛋把它推开。这个就有点像是直接把你的腮红盖上去了，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下手太重，重到你的那个蜜粉刷是没有办法把它刷开的，或者是说你就是想要打掉重练，可是你又不要卸妆的话，这个方法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那为什么我会说光泽型底妆呢？一来是因为光泽型底妆它推开来比较不会有太明显的妆感，然后雾面型的底妆有时候它太容易干，你再叠上去它的妆感就会更明显，或者是妆感粉感更重一些。那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不小心腮红失手的时候，能不要卸妆就不要卸妆，因为如果当你一接触到卸妆产品，譬如说最简单的、最清爽好卸妆水好了，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水的那个印子。那有时候你的粉底这样子再盖上去，你就会很明显有一个就是上过补过妆的痕迹，所以你可以使用前2种方法，它是比较温和的去修正你的彩妆失手的问题。第5点也是最后一点呢，就是想必大家在化妆之路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了一个窘境，就是我的粉状产品碎掉了怎么办呢？就是像打亮啊、腮红啊、粉饼类，可能多多少少有人在运送的过程中，或者是你在化妆不小心摔到地上碎掉了。那这个故事呢，就要从1个月前的我的年度最爱产品说起。那时候我拍了那支片，然后拍到一半讲了我这个年度最爱的打亮是贝卡这一颗，然后就拍到一半它就摔下去了。就摔下去之后呢，它就整个碎掉。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拍了一个惨在地上的画面，然后就好多人留言跟我说可以怎么救啊，或者是说可不可以就是把急救的过程中拍成一支影片，所以就促成了我想要拍今天这个彩妆救援的最大的原因这样子。好，回归正题，那这次我也是就是抱持着实验的精神，我就来试试看怎么样去把我这个碎掉的粉饼救回来。先给你们看一下完成品，我刚刚从冰箱拿出来，噔噔，它恢复，它复活了，各位。好，那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就是急救它的。我会准备以下这些东西。好，然后第一步骤呢，就是先把你的碎掉的粉饼装到塑胶袋里面，那记得拿干净，然后不要潮湿的塑胶袋，然后倒进去之后呢，你就用汤匙啊，或是一些可以压的东西把它捣碎，捣到越碎越好。然后捣碎之后呢，就再把那些粉全部倒回你的本来的容器中，然后倒完之后呢，你就用汤匙啊，或者是用一些比较扁平的东西把它压扁、压好、压满，压越扎实越好。接着呢，你就可以拿那个保鲜膜去把它包一层一层的，就是紧密的压着它。然后压了它之后呢，我就会再拿那个酒精去喷我的化妆棉。有些人会直接喷粉，但是我想说稍微隔绝一下，所以我就是用化妆棉去喷湿酒精，然后再把它压上去，然后
用力的压实，隔着保鲜膜这样压个数十秒之后呢，我们就把旁边的一些余粉擦掉之后，就可以冰到冰箱了。那有些人是说可以直接放在室温中，就把它让酒精挥发。有些人是会冰到冰箱，大概冰个半小时。那我这次是实验冰了半小时，刚刚拿出来的。那先给大家近看一下这个复活的打量，试一下粉质哦，正常的。那我们也刷一下脸好了，看看它是不是可以正常的使用。可以哦，目前用下来，一样非常的亮，然后是没有，就是它的粉质是没有变质的，所以这个急救方法我想是应该是成功的。好，那大家如果之后真的不幸遇到这种粉状产品碎掉的状况呢，就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补救啦。OK， 那以上呢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实用的彩妆救援小技巧，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那如果你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有不同的建议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哦。然后别忘了喜欢这支片的话，帮我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然后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大家新年快乐，拜拜。